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是在我上学时期。那家小摊位于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巷里，摊主是一对朴实的中年夫妻，做饭的是一位胡子没刮的胖大叔，他的妻子是位同样体型丰满的大婶。大婶负责在三轮车旁打包食物、收钱和夹泡菜，有时还会帮顾客准备凉粉或凉面。我很喜欢看大叔做蛋炒饭，他的动作看起来很轻松自在。每次接到订单，大叔都会先用大铁勺在锅边敲2下，像是一个开始的信号。然后他会把一勺油倒入热锅中，接着他从旁边的筐子里拿出鸡蛋，在锅边轻轻敲破，然后把蛋液倒入热油中。只听滋啦一声，鸡蛋遇到热油，冒出一些烟，形成白色的泡沫。大叔立即用大铁勺搅拌锅里的蛋液，他快速地搅拌几下，把蛋清和蛋黄混在一起，做成细碎的蛋花。这时，锅里会散发出香味。在蛋花快要熟透时，大叔会迅速倒入一碗白米饭。这些米饭是前一天煮好的，有点硬。大叔熟练地用勺子在锅里搅拌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很快，米粒就散开了，和蛋花混在一起，形成白色和黄色相间的颜色。这时，大叔会把火调大，他一只手拿着锅，另一只手拿着铁勺，开始翻炒米饭和鸡蛋。米饭碰到热锅底，发出卡滋卡滋的声音，炉火发出呼呼的响声。整个小摊都充满了香味，让人感到很饿。大约2分钟后，一份蛋炒饭就做好了。大叔把炒好的饭盛在塑料盒里，他的妻子立刻接过盒子，微笑着问顾客：“你想要什么样的泡菜？萝卜还是白菜？”如果有顾客喜欢吃更多配菜，他们可以要2种泡菜。大婶总是很乐意多给一些。有时候客人很多，需要连续做好几份蛋炒饭。这时，大叔会展示他的特殊技能，一次性炒很多份饭。他会把许多鸡蛋和一大盆米饭都放进大铁锅里。锅里的食材堆得很高，看起来很重。大叔左手举着锅，手臂上的肌肉都鼓起来了。右手拿着一个长勺子，动作很有力，看起来很厉害。他把饭和蛋翻来翻去，让每一粒米都能接触到锅底，变得油亮亮、热乎乎的。最后，他会撒一些小葱在饭上，然后把饭分装到几个饭盒里。每个饭盒的分量都刚刚好，不多不少。我最喜欢看大叔做完饭时的表情，他看起来很专注，同时也有一点点自豪。虽然他只是一个胡子没刮、光着上身的普通大叔，但在我眼里，他真的很帅。如果有炒饭之神这个称号，我相信大叔一定配得上。我吃过这家摊子的蛋炒饭很多次，刚出锅的热饭，放一会儿的温饭，甚至打包回家的凉饭都很好吃。蛋炒饭里的蛋花看起来油亮亮的，裹在有点硬的米粒上。吃一大口感觉很饱，吃一小口又觉得很香。虽然蛋炒饭是一种很简单的食物，但在不同的心情和情况下吃，总能感受到不同的味道。
蛋炒饭的价格很便宜，既能吃饱，又能满足味蕾。无论我之前有多饿，吃完一整盒蛋炒饭后，心里和胃里都会感到满足和开心。这种美味让我经常去吃，很快大叔和大婶就认识我了。大婶很爱说话，每次看到我，她都会大声笑着说：“同学，你又来啦。”大叔不太爱说话，他打招呼的方式是给我多加半碗饭或者多放一个鸡蛋。因此，当他把饭装进盒子时，即使用铁勺把饭压紧，饭粒还是会从盒子边缘冒出来。在那个陌生的大城市里，能得到这样的关心，回想起来，我感到很感激。有时候，我去的时候不是吃饭的高峰期，摊子上没什么顾客。这时，我会端着饭盒，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吃饭，同时和大叔大婶聊天。我听他们说起每天和城管斗智斗勇的趣事，他们在外地上中学的儿子，还有他们放不下的老家的田地。大婶很健谈，说话时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声。我常常插不上话，只是听着。听着听着，我也会跟着笑起来。这时，我所有的烦恼似乎都随着那碗蛋炒饭一起消失了。大婶一直想攒够钱，在城里开一家真正的餐馆。这个小愿望仿佛也被大叔用大铁勺一勺一勺地装进了锅里的炒饭中。有一年寒假结束后，我从家乡回到学校，想去吃碗蛋炒饭。但是我从巷子口走到巷子尾，又走回来，都没有找到那个摊子。我并不觉得很惊讶。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大城市里，有人出现或消失都很正常。这家蛋炒饭摊子不在了，我可以换一家，这是很普通的事。但是当我偶尔吃到饭太软、蛋太干或者盐太咸的蛋炒饭时，我总会想念那个摊子。我想念大婶总是带着笑的大嗓门，也想念胖大叔自信地操作炉火和锅铲的样子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场景。我走在一条热闹的街道上，看到一家小餐馆。餐馆里有几张简单的桌子和椅子，坐满了正在吃炒饭和炒面的顾客。我直接走进去，不需要点菜。在厨房里，那个胖胖的大叔还是一样自信地站在炉子旁边。他看到我，立刻挥动大勺，开始为我做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。站在收银台后面的胖大婶笑眯眯地看着我。他一边打开身后的泡菜罐子，一边大声地跟我打招呼：“同学，你终于来啦！”这个场景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，让我感到温暖和怀念。